哎，潘虎，嗨，小鸡。哎，今天怎么穿那么帅啊？因为早上啊去参加 BNI 的例会啊，我每个礼拜二早上6点都要去参加例会啊，之后呢就赶着来这边录影啊。天哪，当老板都好辛苦哦。没关系，如果你也想要参加例会的话，可以跟我联络。我每个礼拜二早上都有，我们一起早起好吗？我想睡觉。没问题，那你观众也可以一起早起，好不好？那你今天要带我去哪里啊？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在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新店。我们在新店呢有一个屋主，他的浴室有一点漏水的问题，所以呢他请我们来处理。那我们就上去看看他的问题，好吧？走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楼上啦。那现在我们的后面呢，就是我们的厕所了。那因为它的墙壁转角处面有一点点的漏水的痕迹，但其实这里的装潢没有很久。我们刚刚问了屋主其实这边大概是在7年还是8年前的时候，整个做了一个重新的装潢，包含我们的浴室。所以这浴室的外观啊，它的瓷砖啊，它的所有东西看起来其实都还挺好的。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漏水的话，如果要把整间浴室又重新敲掉，其实这个是非常的可惜的。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而且对屋主来说又花很多的钱。刚好呢，我们最近有几个好的方案可以提供给屋主，是适用于免敲除就可以把这个漏水的问题全部处理掉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厕所，所以我们就不会做任何的敲除，而是可以直接涂布防水在我们的瓷砖面上面，形成一个新的防水膜，把那个原本的防水的弱点全部补强起来，这样它就不会再有漏水的问题咯。至于是怎么做的呢？首先我们要分2个部分，第一个呢就是墙壁，第二个就是地板。墙壁呢其实本身是立面的，不太可能会有含水很高的问题，但我们在发现浴室很多的情况下呢，跟墙壁的漏水有很大的关系，所以墙壁的防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这个墙壁呢，它本身就有贴好瓷砖嘛，瓷砖的吸水率呢，按照 CS 国家标准，其实通常是3%以下，3% 以下的吸水率呢，又是在墙壁上，水留在墙壁的时间其实很短，所以我们就当做这个瓷砖本身是不太会吸水的。然而，这个瓷砖中间的缝呢，却是非常容易吸水的，因为这个填缝材呢，在过了几年之后呢，它的吸水率可能超过50% 以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特别需要处理的地方。我们的防水呢，也会针对所有的瓷砖砍缝的地方呢，进行涂布，这是针对立面的。而至于地板的情况下呢，因为地板呢，我们知道洗澡的时候如果水一多那个整个地板全部都会是水，所以这个时候整个地板的面就要全部做起来，而不是只有做我们的瓷砖缝了。所以我们地板呢也会整个从我们原本的墙壁折上来一点点之后，整个地板全部包起来，这就是我们的在做免敲除的防水施工的时候的一个步骤。至于呢，是不是所有的厕所都可以适用于这样的免打除的工法呢？这个就要看情况而定啦。因为今天我们的厕所呢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新的，而且它的漏水呢是针对于防水层的破坏，也就是防水层有一点失效，所以导致了漏水问题，所以我们可以使用免敲除的工法。如果今天是给水管或者是排水管的话，那可能就要用其他的方式了，因为不是所有的漏水都可以免敲除哦。那听说你们这次是用新的工法，也比较快速那它跟之前的工法有什么不一样？有差异很大吗？像这个工法出来之前呢，如果像遇到这种还是很新的浴室，可能真的有必要是在局部的打除，或者是整间的打除，又或者呢，我们之前拍的影片，我们可以用 SPC 的墙板来帮助我们可以快速的帮助这个厕所施工，但是重点是这浴室还是很新所以这样以上刚刚所讲的东西呢，对于原本的屋主之前花的钱其实都有点浪费到。那这次用了新材料，就不会有以上的问题了。我们可以用更低的预算呢，把这样原本的漏水的问题全部处理掉。那至于它的效能怎么样呢？基本上只要地板没有产生新的裂缝呢，它的效果都可以继续存在的。瓷砖缝的填缝材，只要它没有新的裂痕，那基本上它是到3年5年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这个地平面的材料是聚料材质的材料，半聚料的材料它是一个非常耐久的材料，不太需要担心这个做完是不是过了半年1年就有可能会坏掉。只要没有遇到太大地震问题，它都可以继续撑很久。大家一定对于这个工法到底要怎么样施作很有兴趣，对吧？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到底要先怎么做吧。好。那现在呢，因为这个地板涂完了地面的防水，所以我走进去的时候要稍微躲一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墙壁这边，我们有分为干湿2区。那其实呢，在厕所的墙壁呢，我们平常可能在洗厕所的时候呢，地板跟比较低的地方会洗得很干净，但是比较高的地方呢，
我们可能没有洗很干净，或者角落的地方也可能没有洗得很干净。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它全部洗干净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因为我们的防水呢会把整个墙壁跟地板全部做起来啊，如果你没有清干净的话，那它就粘不上去了，粘不上去就失效了，那就是北料钢了啊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要等它干燥。我们刚刚说了，我们之前都有提到。这个含水率啊，对于防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厕所也一样，厕所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潮湿的地方嘛，因为每天都在洗澡，所以含水率一定会比外面的地方还来得高。做防水之前呢，需要让它的含水率降低，也就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呢，它需要静置一段时间，可能需要用除湿机啦、吹风机啦。来帮助我们的湿度可以快速的下降，这样子我们涂防水下去才可以成功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要涂布防水啦。那墙壁呢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墙壁我们刚刚说了，这个瓷砖缝是我们涂布要涂布在瓷砖缝，因为瓷砖我们可以当做它不吸水，瓷砖缝非常会吸水，所以我们的所有的防水呢，瓷砖缝全部先做起来，墙壁跟地板都做起来之后呢，接下来就要来做地板的整面的防水啦。地板的整面防水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湿区、干区，我们会涂上一个半去料的材料。这个材料呢是透明的材料，所以之后做完呢，地板呢就好像上了一层膜，有一点点厚厚的膜，看起来会比较亮亮的感觉。那这个膜呢，不用担心，它本身是蛮止滑的，就是不会因为做的这层膜就容易滑倒。这测试过好几场了，至少你只要不要地板有肥皂的话，应该都不会滑倒了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的浴室呢，基本上我们施工的步骤啦。这就是有关于我们浴室免敲除工法的一个说明啦。如果呢你也想要了解更多浴室的免敲除工法的话呢，请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哦。也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帮我们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，重点是要打开那重要的小铃铛，才可以看到我们更新的影片哦。我是不只是装修的胖虎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